外卖大战未来会打成什么样？全是人呐！我的天呐！美团、京东、阿里这几百亿砸进去，他们都是为了什么？今天市场监管总局约谈京东、美团、饿了么等平台企业。高盛为什么说最终有可能打成5.5比3.5比1的市场局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首先呢，为什么是现在开始打？最核心的原因是旧有的增长点都已经做了。巨头们需要把自己的边界再往外去扩一扩，才能获得新的增长。但这一扩就自然开始有了交叉。瑞银说，一边呢，美团开始把它的即时零售范围从外卖扩展到非餐饮类，比如说美团已经跟美的、小米、名创优品等品牌开始合作，然后还第一次参与了618的促销活动。另一边的电商巨头们也开始往外卖上扩，他们打的算盘是希望把外卖做成流量入口，因为它高频，来把消费者留在自己的 app 里，然后再去买别的东西。别小瞧这个手段它还是有一定成效的。根据 QSMobile 的数据，自外卖战开打以来，京东和淘宝的日活跃用户数明显有增长。比如在5月，叠加618的预热，淘宝增长了5000万，而同期的拼多多就没怎么增长。高盛说，这个逻辑就跟当年美团基于外卖和点评的基本盘，把业务扩展到酒店、旅游业务上一样，这是有成功先例的。特别对于京东来说，京东现在最发愁的就是 DAU 不够。从高盛研报里的这幅图中，你就能看出京东的获客成本其实非常高，几乎是拼多多的2.5倍。在京东2024年的营销支出中，有2/3是用来获客的。所以京东切入外卖，一个核心目的就是为了增加主站流量。所以高盛的一个结论就是，电商平台等于是把自己的获客预算本来投放到微信、抖音这些线上广告的，现在转移到了外卖战场，变成补贴。一个副作用就是线上广告的增长势头未来会放缓。美团当然要防御反击，除了跟进补贴之外，高盛还很看好美团做的浣熊厨房，就是美团来把一堆小饭店集中在一起，做一个标准化的厨房，一起用标准化的设备，保证比那些小作坊要干净多了。标准化出餐，甚至还能通过直播厨房画面来让用户心安。商家负责做饭，然后骑手们就在门口等着，这样其实也就省去了骑手满城跑来跑去取餐的成本，可以说是中央厨房的外卖版。不过随着外卖战打得越来越激烈，美团、阿里、京东这3家的股价是越来越跌。高盛预测在今年第2季度这3个月里面，美团、阿里、京东可能总共会烧掉250亿元的人民币。如果按全年来看，阿里可能要烧掉410亿，京东是260亿，美团是250亿。所以摩根大通也发出了那个全市场的疑问：这样烧钱到底值得吗？要从现金来看最能打补贴战的是阿里。阿里在2025财年拥有800多亿人民币的自由现金流，有4000多亿人民币的现金及短期投资，这使得阿里有着最充足的弹药。相比之下，京东的现金及短期投资不到2000亿人民币，美团差不多是1600多亿。并且瑞银说，现在大家逐渐陷入到了一种懦夫博弈的状态，谁要是先认输，就会导致前期的那些投入都打得水漂，这就导致所有人都会继续竞争，这种白热化的程度差不多会一直持续到双11。那么这样烧钱到底值不值呢？瑞银就认为不值，因为外卖和即时零售市场是一个苦哈哈的市场。瑞银和很多投行对这个市场规模的预测都差不多，在3年后可能会翻倍到1.5万亿人民币，占整个电商市场的10%。如果头部的这3家公司占据了80%的总市场份额，由于它不会是由一家人垄断的，所以竞争始终存在，消费者始终会对价格敏感，也会去各个平台去比价，所以瑞银认为差不多也就会维持在2.5%的营业利润率。那么整个市场实际的利润也就差不多是300多亿人民币，这点利润相比于现在的这种投入，很明显是不太值的。而且你要说即时零售市场，它其实有3大块，一个呢是急需的物品，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药物；第二呢就是生鲜产品，需要冷链配送的；第三呢就是从这个周边附近配送比较有经济效益的，比如说米面油瓶装水但这次的外卖大战根据很多媒体的报道，爆单的似乎都是那些奶茶店，而不是所谓的即时零售领域，甚至出现了美团、阿里、京东股价齐跌，但霸王茶姬、茶百道、古茗、蜜雪冰城这些奶茶股大涨的奇景。当然还有一个没有计算进去的价值是，平台们可能会接受更低的利润率，而且把对外卖的投资当成是它市场策略的一部分。如果这样算的话，这些经费就应该算在市场营销费用的头上，是对提高用户活跃度和减少市场份额流失的进攻与防御。不过更重要的是，钱是有机会成本的，你选择投入到外卖里，就势必会影响其他方向，比如 AI。在今年初，随着 DeepSeek 的崛起，很多科技大厂好不容易建立了新的 AI 叙事，比如阿里的通义千问其实有着不错的表现，阿里也有了中国 AI 基础设施的叙事，但如今这个叙事似乎有点被外卖战给打断了。这幅图就是以今年1月1日作为基准，随后阿里因为 AI 而大涨，但是现在又因为外卖战而回落。
很多投行的观点都是更希望看到企业将宝贵的资源投入到具有巨大增长潜力的市场，比如说 AI， 而不是在外卖或者说即时零售领域去烧钱。反观美国的科技巨头们都在 AI 上疯狂卷资本投入，一个热词就是 AI 的 Capex。微软宣布了2025年对 AI 要投资800到900亿美元，也就是6000多亿人民币。Meta 则是600亿美元，谷歌是750亿美元，亚马逊是1000亿美元。所以这4家巨头的 AI Capex 总额达到了惊人的3200亿美元，比去年增长了39%，而这个级别的资本支出占到了这些科技大厂22%的平均收入比例。摩根斯丹利就说，因为股价的下跌，现在阿里已经成为了全球最便宜的人工智能相关股。当然，话虽如此，现在外卖战的战况也深深影响着这些巨头们的市值。那这场仗这么打下去，最终会打成什么样呢？高盛给出了对最终战局的预测，就是下图中的这3种情况。高盛认为最有可能的一种情况就是 base case 下，这个外卖市场会形成5.5比3.5比1的情形，也就是美团还是最大的，阿里第2，京东第3。要按这个情形来说，那就是美团在积极捍卫自己的领先地位，阿里也实现了卓有成效的进攻，而高盛是相对不太看好京东的，他预测京东在下半年的订单量会下滑到1800万单到2000万单。不过美团也需要为这场防御战付出非常大的代价，高盛预测美团外卖每单的吸税前利润会降到7毛钱人民币，而即时零售业务直接降到0。长期来看，也就是到2027年之后，两者才有可能恢复到1块钱人民币。第二种可能性呢，就是美团和阿里形成双寡头的格局，他们俩占到市场的90%，而京东成为远远落后的第3名。这种情况下，阿里会在未来12个月内投入500亿，疯狂从美团手里抢夺订单，美团只能保持微弱的领先，形成4.5比4.5比1的格局。当然，阿里也会为这样的进攻付出很大的代价，外卖每单的吸税前利润降到负的1.9元人民币，长期也只能提升到0.4元人民币。第3种可能性呢，是谁也没有办法取胜，整个市场陷入到了一种3足鼎立的碎片化状态，也就是5比3比2的格局。这个情形算是对京东最有利的预测，但京东也需要为这样的进攻付出代价，每单的吸税前利润会降到负的6.2元人民币，长期提升到0.5元人民币。不过不管哪种情形，美团和阿里都无法回到最初7.5比2.5的双寡头格局了，京东还是成功嵌入了这个市场。但对美团最有利的是因为它没有电商业务，即时零售对于美团来说100%就是它的增量业务，而对阿里和京东来说，这些即时零售的订单多多少少会分散掉一些原本属于电商的业务，比如在即时零售的 GMV 里，1半以上是食品饮料、烟酒、日用品，这些也基本上是传统电商的重要品类，而没有电商包袱的美团，也就意味着更少的内部组织摩擦。以上这些就是高盛的预测。当然也有很多朋友们说高盛经常是反向指标，所以你们信不信他的判断？欢迎在我们的留言区中讨论。